奶奶病危，我找辅导员请假，他竟然不批。人没死，你请什么假？真死了，你回去也没用。辅导员轻飘飘地说完这句话，然后把我假条随手一丢，又补充道：出去吧，我是不会批的。他不再看我，只管低头专心写他的东西，好像我只是说了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。我压根儿就没料到他能说出这么冷血的话。刘老师，那是我亲奶奶啊。谁没奶奶？就你有，就你特殊。亲奶奶怎么了？人不是还没死吗？怒火蹭的一下被点燃。他现在人在 ICU， 这有可能是我跟他最后一次见面。辅导员把手里的笔重重往桌上一放，板起脸了。瞎嚷嚷什么？我给你脸了是吧？你知道我管着多少个学生吗？电气系5个班，电子系2个班，将近200个人。今天这个请假，明天那个请假，那成什么体统？运动会马上就开始了，你这个时候请假，脑子里装的是浆糊吗？挺大个人了，怎么一点集体荣誉感都没有？你最好给我搞清楚，大学不是让你玩的地方。我心急如焚，再次恳求他。刘老师，我真的很着急，我得赶紧回去。你要是不信，我可以给我爸妈打电话。别费那劲儿了，也别想着搬出家长来压我，我不吃这套。总之，不管你奶奶什么情况，这个假我是绝对不会批的，你就死心吧。要不当他是老师，从他说出那句人死了你回去也没用，我就直接开骂了。行，假条我不要了。你辅导员管得了请假，还能管得了别人的2条腿？要说我们这个辅导员在请假这件事上真的是令人深恶痛绝。大一入学第一次开会，他就说：我把丑话说在前头，别有事没事就找我请假，你请我批准，他请我也批准，然后所有人都有样学样，学校不乱套了。当时大家听了还不觉得有什么，可谁能想到他管你大事小事，事假病假，通通不给假。有人因为姐姐结婚要请假，他不批。你姐姐结婚又不是你结婚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难道你姐姐结了婚，你们就不再见面了？等你结婚再来吧。有人因为要回老家补办身份证请假，他不批。挺大个人了，身份证都能弄丢，怎么不把你这张脸给丢了？哦，今天到我这儿来就是来丢脸的吧？有人吃坏了肚子请假，他不批。我说过了，病假必须提前1天请，而且需要医院开的诊断证明。你说你在宿舍拉肚子，你怎么不干脆说你腰子被切了，要在床上躺1个月？最过分的是，有个女生因为来例假肚子太疼请假，她在自己的思政课上当着一群人的面指名道姓的阴阳怪气。一个女孩子私生活注意点吗？诸如此类数不胜数。如果有人敢挑战辅导员的权威，没有假条擅自旷课或者出校，轻则大群里通报批评外加3000字检讨，重则给家长打电话背处。但我现在顾不得那么多了，我今天必须回家。我当晚就坐上了回家的高铁，舍友给我发微信：辅导员来查寝，发现你不在，大发雷霆，在宿舍破口大骂。我知道，我手机里有7、8个他的未接来电，微信里几十条60秒语音方阵，可见他是真的气得不轻。他的消息我一句都没点开听，只是言简意赅的回复：学生徐子豪现因奶奶病重请假回家，请假结束时间未定。对面秒回：我不同意。我去你大爷的，你同不同意关我屁事，反正我现在只是通知你而已。我回家后的第2天，奶奶就走了。我伤心之余，庆幸自己及时赶了回来，还来得及见他老人家最后一面。奶奶的葬礼完成之后，我爸才跟我说起，我回家那天辅导员给他打了电话：现在家里的事结束了，你赶紧回学校去吧，不能耽误学习。爸，我们辅导员他用脚趾头也能猜到，他跟我爸一定没说什么好话。我爸拍拍我的肩膀：爸都知道这件事你没错，你放心，不管怎么样，爸都站在你这边。我点点头。我在返校的路上给辅导员发了条消息：老师，我家里的事结束了，晚上就能回学校了。直到我回到宿舍，他都没回我。舍友磊哥看我回来，爸喊起来：你小子终于回来了啊！你是没看到老刘那天的样子，恨不得把咱寝室给拆了，哥几个1米8的壮汉，愣是被他1米6的气势给吓个半死。你怕什么？他还能搞连坐不成？社长是团支书，他担忧道：你明天就去找一下刘老师，跟他说几句好话吧。他这次真的很生气，小心给你处分。让我说好话？开什么玩笑？我没骂他都算我有涵养了。老幺突然叫起来：老三快看大群，老刘说话了。哦，这都快12点了，他要干嘛？大家赶紧打开微信，果然一整天没理我的辅导员，此刻正在系里200人的大群里公开处刑我呢。电机系2班徐子豪未经老师批准，擅自离校1周，不按时参加学校组织的教学活动，无故旷课，已经严重违反了学校纪律。根据学生手册相关规定，现给予以下处罚：停课1周，反思自己的问题，警告处分，取消今年所有的评奖、评优及入党资格。相关处分材料会装入学籍档案。处分期内如有再次违纪行为，处分累加，直至开除学籍。所有人都给我看好了，
这就是不经过我的同意私自离校的后果。你们要是觉得自己能承担得起，就都去学他。最后辅导员艾特我，写一份5000字的检讨，明天早上9点交到我这里，晚1分钟处分加重。好家伙，我直呼好家伙！停课，取消评奖评优，取消入党资格，甚至还要开除我学籍。他辅导员好大的官威啊！谁都知道这些处分意味着什么，尤其是写入档案的话，我以后考公考编可能都有影响。社长看起来比我都发愁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老三，要不你现在就给辅导员打电话，看看能不能减轻处分。这女的怎么这么狠毒？你傻啊？你第一天认识她吗？她一直就这种人。老三，不行你就服个软的了。他不给准假是他的问题，但谁让人家是辅导员呢？咱的毕业和前途都在人家手里捏着呢。我什么都没说，只是在大群里回复。检讨我不写，你的处分我也不接受。消息发出去，寝室里另外3个人齐齐倒吸一口凉气。老三，你这么猛不要命啦？辅导员大概是惊呆了吧，好一会儿都没说话。2分钟后，他的消息蹦出来了。徐子豪，你什么态度？敢这么跟我说话？为什么不敢啊？我要勇敢为自己发声。辅导员发语音，你发个狗屁的声！我没同意，你就私自离校，你他妈有理了啊！你还不接受？你狗脸比盘还大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你不接受也得接受。刘老师，您作为一名人民教师，一言一行不仅代表自己，也代表咱们学校，在公众场合说脏话不太合适吧？别跟我扯这些没用的，你这种嚣张的学生我还是第一次遇到。你他妈信不信我让你直接退学？不想念趁早滚蛋！你这种无视校纪、目无尊长的人，也不配上大学，以后也绝对不会有什么出息。刘老师，您只是个辅导员，应该没有权利让学生退学的。而且我以后有没有出息，您是否太武断了些？刑满释放人员都有不少大作为的人呢。磊哥拿着手机激动的大叫：“老三，你太厉害了，这也太爽了！”社长拍了他一把，对我道：“你怎么想的？你跟辅导员这么对着干，对你没好处的。”辅导员估计快被我气懵了，又是隔了几分钟才回复：“我没权利，这就是你敢跟我这样说话的底气是吗？”那倒不是，但是辅导员没有权利不让学生上课，也没有权利不让学生毕业，更没有权利不让学生回家给亲人送终。好，很好，我要不给你一点颜色看看，我这辅导员真是白干了。然后我就被踢出群聊了。辅导员给我打电话，几乎是歇斯底里：“徐子豪，你明天上午9点准时到我办公室来，你敢晚1分钟试试？”平日里谁有什么事找他，他要么黑着脸训斥，要么冷冷的翻白眼。什么时候这么破防过？我笑呵呵地说：“刘老师，没问题，我明天上午一定过去。”挂了电话，磊哥问我：“我操，你今天是不是吃炸药了？”老幺说：“老三怕不是做好休学的准备了吧？”社长揪心：“不至于，不至于，没必要，没必要啊！200人的大群，从始至终没有第3个人说话，但好多人给我发消息。豪哥猛士。第2天上午9点半，我还在床上赖着，其他3个人，甚至连隔壁寝室的人都过来了。你是不是准备放辅导员鸽子了？怎么会呢？我昨天只说了上午过去，可没答应他9点过去。每天上午10点，党委书记会在办公室里巡视一圈，我现在去可太早了。9点50的时候，辅导员的电话又来了好几个。徐子豪，你现在是一点都不把我这个导员放在眼里啊！咱们走着瞧，你看我能不能收拾得了你？刘老师，您别急，我已经出门了，马上就到。我在几个人的注视中，穿戴整齐，就这么大拉拉走进了辅导员办公室。他看到我之后，一脸暴躁换成了惊悚。徐子豪，你是不是有病？穿一身校服要死啊！我表情无辜。刘老师，我在给我奶奶守孝，有什么不对吗？你守个屁的孝啊！这是学校，不是你家。我命令你现在立刻把他脱了。可我不但没脱，还把腰带扎得更紧。辅导员咬牙切齿的点头。行，你有本事。希望你背上处分的时候，最好也这么硬气，到时候可别哭爹喊娘的来求我。我故意迟疑了一下，斟酌着说：“刘老师，评奖评优对我来说还是挺重要的，而且我已经是预备党员了，我的目标就是在毕业之前完成入党，学籍档案更不用说，如果有了污点，以后我找工作恐怕会有很大的影响。而且如果我被勒令退学，那我的人生就彻底毁了。”听我说完，辅导员嘴角勾起，哼了一声：“你还知道这些东西很重要啊？现在后悔了，是不是想求我放你一马？我告诉你晚了。”求你？想屁吃呢！刘老师，您想多了。我奶奶去世，我在已经告知您的前提下回家，没有任何问题。您没有资格因为这件事对我做任何处分。辅导员得意洋洋的神情瞬间消失。你在这胡说什么呢？我怎么没资格了？学校的评奖、评优、评先都有制度，公示程序清清楚楚，不是哪个人随口说不能评就不能评。入党资格审查决定权在校党支部，在党支书。您作为辅导员还没有一票否决权，认真说起来，您横插一杠的话，似乎越界了吧？根据校规，重大错误处分才会放进档案，而且即便处分要写进档案，也需要学院的党委领导通过后才能操作。您昨晚在微信群里发出的关于处罚我的通告，没有任何的院里相关文件支持，
所以我可以说那些话就是过家家，根本没有效力。您该不会觉得自己有资格代表院领导吧？我一口气说完，辅导员脸已经黑得不像样了。我赶在他开口之前又补充了一句：至于停课，那就更可笑了。您这是在剥夺我受教育的权利，这是什么无知又无耻的变相处罚啊！在学生面前作威作福惯了的辅导员，什么时候被当面这么对过？他快气疯了，手掌在桌上大力拍了好几下，怒吼声都破音了。反了你了，到底你是辅导员还是我是辅导员？你这是在干什么？批判我吗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是不是你以为你马上要毕业了，我就拿你没办法了？我现在就立刻取消你入党资格，给你的处分我写进档案，你又能把我怎么样？你的奖学金也别想了。至于你的毕业证能不能拿到，全凭我。相较于他炸毛的样子，我很平静。刘老师，您当然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您可以处罚我，我也可以向上举报您，对吧？他满脸不可置信。你敢威胁我？我摇头。不是啊，不是威胁，我认真的。他再也忍不住，抄起桌上的笔筒向我扔来，嘴里还大骂：你他妈吃狗胆了！可惜笔筒没砸到我，却摔在了刚刚推门而入的书记脚下。小刘，这是做什么呢？极度愤怒的辅导员看到门口的书记，噌的一下站起来，跑过去捡起了笔筒。他脸色古怪扭曲，强扯出一个笑。冉书记，书记注意到了我，他上下打量了我几眼，然后又看辅导员。辅导员立刻开始恶人先告状。冉书记，现在的学生真是太任性了，说离校就离校，我批评了几句就把我院上了，这不故意穿成这样来气我，您说我能不生气吗？如果每个学生都这样，那咱们的管理工作还怎么开展？避重就轻是吧？什么叫说离校就离校？我找你请假你怎么不说？我为什么离校你怎么不说？书记到底是书记，他脸上没太多表情，转身问我：你自己说说怎么回事？辅导员扭头给我一个死亡凝视，显然在警告我别乱说话。笑话，都这样了，我怕你个鬼！我不慌不忙的：冉书记，是这样的，我奶奶去世了，我想跟刘老师请假，他没同意，我才直接走的。现在刘老师因为这个就要给我记大过处分，你这学生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找我请假的时候，你奶奶根本没去世，对吧？刘老师，是您说的，人没死不用回去，死了回去也没用，您忘了？辅导员紧张的看了眼书记，立刻否认。怎么可能呢？我怎么会说这种话？徐子豪，你可以不满意我这个辅导员，对我的管理提出意见和建议，但你不能乱讲话污蔑我，知道吗？冉书记，也怪我管理工作没做好。现在这些孩子心思真的太多了，为了出去玩，跟辅导员撒谎的，伪造病历的，合起伙来骗老师的，那真的不要太多。我插嘴：刘老师，我说过可以给我爸妈打电话，我爸妈总不会用我奶奶来骗您吧？书记摆了摆手打断我俩，他沉声道：行了，我大概知道怎么回事了。小刘啊，我相信这个学生不会因为这事骗你的，我看这处分啊，大可不必。说到这个事，我也顺便多嘴一句，咱们做管理该严格严格，但是也不能不近人情嘛。他脸色别提多难看了，偏偏不敢对书记说半个不字。至于你，书记指了指我身上，严肃道：再怎么样，这种方式不可取，毕竟咱们这是学校，要注意影响。我立刻接话：冉书记，我的确考虑不周，我在这里向刘老师道歉，有任何问题我应该跟老师好好沟通，而不是这样任意妄为。说完我就脱了身上的校服。书记满意的点头。辅导员愤怒至极，但面上又不敢发作。我叫住了打算离开的书记：冉书记，现在系里都以为我是无故离校，还会被处分，不知道怎么想我呢？能不能让刘老师在群里说一声，取消对我的处分啊？书记背着手看向辅导员，辅导员笑了下，比哭还难看。冉书记，我知道了。书记走了以后，辅导员立刻变脸，他用手指着我，恶狠狠道：我真是小看你了。刘老师，既然现在书记都这么说了，那就代表没事了，对吧？我就先回寝室喽。我刻意加重书记2个字，果然看到他脸色更难看，可他又不能把我怎么样。我走的时候，他阴恻恻地说了一句：你最好祈祷你能顺利毕业。下午，系里的微信群，辅导员又发了一条关于我的消息：电气系徐子豪因为亲人病逝着急离校，情有可原，本次不予追究，下不为例。寝室的几个兄弟佩服的不要不要的。老三，你可真行啊，竟然能把这个老巫婆制住。是啊，他那天在咱寝室骂得忒难听，还有昨天群里对老三的处分多狠啊，完全就是不顾人死活。老三是真猛，跟他那么刚，还能全身而退，他不得吸个半死？该谁让他拿着鸡毛当令箭，有点权力就把自己当什么了，成天见了谁都是一副扑克脸，好像谁欠他的。社长依旧一脸担忧：这次是没事了，但咱还没毕业呢，他会不会对老三？磊哥和老幺也这么想。看来辅导员心眼之小，简直是路人皆知。果然，还没过几天，他的报复就来了。辅导员突然把我叫去：你的实习报告没交，学分不够，要么尽快补上，要么延迟毕业。刘老师，这么重要的报告我不可能没交，班长当时可是跟我说过的，您可以去问他。得了吧，少拿这种蹩脚的理由来哄我，反正
现在的结果就是我没收到，我叫你来呢，不是听你狡辩的，只是通知你而已。关乎学分的重要报告，我怎么可能落下？他就是故意的。报告我可以重写一份，但关键是还得找到当初实习的单位给人家解释，请人家重新盖章就很麻烦。我没有跟他继续争论报告到底交没交，反正肯定是徒劳无功。他看我不说话，眼神得意又嚣张，好像在说小样，跟我斗。紧接着他开始接二连三的找茬，说我们寝室卫生不过关，几次下来4个人的品行分全给了0，还在大群里把4个人全部通报批评了一次。他完全不避讳，当着我们几个人的面指桑骂槐。一个老鼠屎坏了一锅汤，你们要怪就怪自己倒霉，摊上一个没责任心的室友吧。幸好几个兄弟通情达理，谁也没有因为这事怨我。但最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他竟然造谣我和一个女孩半夜在操场乱搞男女关系。那天晚上，我跟一个老乡在操场看台上坐着聊天，结果不知道怎么被人拍到了一张错位图，看起来好像我的手正伸在女孩的衣领里头。辅导员把照片直接发在大群里。徐子豪，大半夜的孤男寡女在操场，一点也不注意影响，这是教书育人的地方，不是让你们发泄兽欲的地方，性质太恶劣。我作为辅导员，这件事绝对会严肃处理。我直接回复他，我要求你立刻把这张不实的照片和污蔑的话撤回，然后向我跟照片里的女生道歉。可是消息却发不出去，他居然把我禁言了。我发了个朋友圈，侮辱、诽谤，即便你是老师，我也不会放过你。请系里的兄弟姐妹们不要传播那张照片，对我朋友造成困扰。我在这里谢谢大家了。所幸我平时人缘还算不错，同学们纷纷留言，这次必须照顾豪哥。我早对他100个1000个不爽了，坚决不能向恶势力低头。造黄谣，妈呀，这是一个老师能干出的事。豪哥挺住。消息灵通的磊哥告诉我，我打听到了，之前那个被劝退的学生，是因为老巫婆3番5次嘲讽他的性取向，然后有些二货就跟着他笑话人家，那个学生受不了，心里出现了一些问题，再然后就被他直接劝退了。卧槽，嘲讽别人性取向，我70岁的奶奶都没他这么老古板。老三，这次他是铁了心要弄你啊！我呸，老子这次让他知道什么叫做搬石头砸自己的脚。我在学校的阳光平台举报了辅导员，投诉是11点发的，他11点半就找上我了。好家伙，之前就听人说阳光平台一点也不阳光，如果举报投诉老师，第一时间就会把举报人的信息转给被举报人，看来果然是真的。你还有脸举报我？有种别匿名了。他冲我嚷嚷，你投诉100次还是会转到我这里，搞这些小动作没用，知道吗？你这次的行为影响太差，处分你那是天经地义。刘老师，不应该啊。什么应不应该？你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老师，不应该是个法盲啊！造谣污蔑，毁坏他人名声，可是违法的哟。他眼神有几分闪躲，但也就是那一瞬间的事情，马上又理直气壮地冲我吼：你少给我放屁！那照片拍得明明白白，铁证如山，你徐子豪在操场公然乱搞，这次就是输起来也不好使。你不是嘴硬说我没资格处分你吗？照片我已经通过邮件递交给院里了，申请处分你的材料我也写好了，你就乖乖等着被全院和全校通报吧。好巧，刘老师，这件事的起因经过我也写了一份报告，不过我没有发邮件，我打印出来直接塞进院长办公室了。辅导员先是一惊，随即大叫：你搞清楚自己身份，院长是你能去骚扰的吗？我名声都坏了，我还有什么怕的？院长刚出差，你别白费力气了，还有脸找院长，找校长也没用。我夸张的惊呼：刘老师，你怎么知道我还找校长了？我来你办公室的时候，正好在门口遇到了高校长，我把报告也给了他老人家一份。我特意强调，这是我和电气系刘双清老师之间的一些矛盾，请求他务必抽空看一看。要说学生和辅导员之间，全校各院各系有矛盾分歧并不新鲜，可把这事捅到校长那里的，估计我是头一个。不管谁对谁错，领导们多多少少会觉得辅导员管理能力不够，如果能力强，怎么还会把事情闹这么大？辅导员显然也知道这点，他当即大怒，扬手就要扇我。你他妈是真贱，和女的在操场胡搞更贱。我眼疾手快挡住了他的胳膊，反手给了他一巴掌。辅导员惊呆了，好几秒后才爆发出歇斯底里的怒喊：你居然敢打我！你居然打我！没家教的玩意，你等着被开除吧！这学校有我没你！他掏出手机，神情激动地给我爸打电话。徐子豪家长，你们是怎么教育儿子的？多次顶撞辱骂老师，现在竟然还敢打老师了！这样的学生我们教不了，你们趁早把人领回去。我爸声音冷静多了。刘老师，您污蔑我儿子的事我听他说了，我们不惹事，但也不怕事。即便您是老师，那也不是高人一等。您现在给他道歉，撤回那些所谓的处分，我们就不再追究这事了。辅导员又是一整个大震惊的表情。他预想中，我爸应该立刻低声下气的求他不要怪罪我，应该认错，说自己没管教好孩子，给老师添麻烦了等等。你在说什么呢？你儿子把我打了，他打老师，你没听懂吗？这件事，我觉得不能只听您一面之词，毕竟您才刚刚造谣了我儿子。什么造谣？我有照片，你凭什么说我是造谣？
是不是造谣总能调查清楚。我作为一个父亲，我选择相信我自己的孩子，而不是一个外人。好，那你们就等着学校的通报吧。为了公平起见，这事我已经投诉到教育局去了，我等着教育局的结果。当然，如果结果不能让我满意的话，我会找到媒体，把贵校和你本人的事迹都在网上宣扬出去。辅导员一听我爸找了教育局，甚至还要找媒体，急了。你没等他说完，我爸已经先挂了电话。他握着电话，死死瞪着我。今天你打我这是？我打断他。刘老师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刚刚只是挥手拍了只苍蝇，怎么就打你了呢？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污蔑我，这属于公报私仇啊！他双眼通红，气愤、怨恨、担忧、后怕，各种表情在脸上交织。有人敲门。刘老师，高校长让你过去一趟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辅导员表情忐忑地跟着走了。我回寝室路上打开微信，99加的消息，全部都是同学们的关心，我心里暖暖的。豪哥，别怕，这事我们一起帮你作证。大家都说好了，学校要是敢开除你，就一起联名上书。不仅如此，好多同学也在阳光平台和校长邮箱里投诉辅导员。我爸举报到了教育局，听说教育局的人给学校打了电话，再加上我给校长的那份陈情书，学校高度重视，立刻启动调查，结果很快就出来了。除了他这次公报私仇给我泼脏水的事情，连之前他屡次仅凭个人喜好决定助学金名额，肆意辱骂学生，恶意扣发毕业证，暗示学生家长送礼，欺上瞒下，桩桩件件都被查了出来。我的通报没来，他的通报倒是来了。电气系辅导员刘双清严重违背教师职业道德，影响恶劣，按照国家、学校相关规定，学校研究决定，给予其开除处分，同时启动党纪处分程序。真是大快人心！我在办公楼遇到了失魂落魄的辅导员，他见到我第一反应还是大骂。果然，这种人根本就不会反思自己的错误，留在教师队伍里就是误人子弟。我走近他，猛地抬起胳膊，他下意识捂着脸躲了一下。我憋着笑，手在空气里挥了挥。哎呀，怎么有一只嗡嗡乱叫的苍蝇呀？快滚！刘双清怒不可遏，眼底涌上疯狂。你别得意，打我那事儿没完，我告死你！随你喽，我也要通知你，学校针对你的处分出来了。可你污蔑我的事情还没完呢。我爸说他已经联系律师了呢。他听到我说我爸，立刻噤声，瞪了我几眼后，灰溜溜的转身匆匆走了。今天朋友圈里过年，所有人喜气洋洋，电气系学生苦刘双清久矣。我爸给我打电话，你小子真的打人了？爸，我是打苍蝇。苍蝇跑了，接下来我可要好好享受毕业前的大学生活了。